人的大脑77%是水分，而宇宙的73%是暗能量。我们和宇宙之间的区别，也许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。你有没有在半夜突然想过一个很中二的问题？我们会不会根本不是生活在宇宙里，而是生活在某个巨大的生命体里？就像细菌住在我们的肠道里那样，我们自以为是某种高级文明，但其实我们只是别人身体里的一个细胞。听上去是不是很中二？可问题是，科学家现在越来越不敢排除这个可能性，因为我们发现整个宇宙看起来真的像一颗巨大的大脑。首先，从我们熟悉的太阳系说起。NASA 的旅行者1号飞了46年，距离达到了惊人的240亿公里，在2012年撞上了一层看不见的边界。在那里，太阳风突然消失，宇宙射线瞬间暴增3倍，好像探测器穿过了一层薄膜。这层膜叫日球层顶，它是太阳系和星际空间之间的分界线。听懂了这个设定吗？意思是太阳系不是光秃秃的飘在宇宙里，它有膜，有内外循环，有高温防护层，甚至起到了抵挡外来伤害的作用。总的来说，就是整个太阳系像是一个细胞，我们在这个细胞里面生活，细胞膜隔绝了外面致命的宇宙射线，就像人体里的细胞膜在保护细胞质不被乱杀。这可不是比喻，这是观测到的硬数据。日球层顶的外面温度高达5万摄氏度，比太阳表面还高10倍。但旅行者号为什么没有被烤成灰？因为那里的粒子极少，密度太低，高温不等于高热量，所以它像一层超高温但低密度的等离子防火墙。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像免疫系统在为我们守门？也就是说，我们以为宇宙是空旷的，但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有完整边界的安全舱里。甚至可以说，如果没有这层细胞膜，地球上可能连微生物都活不下去，更别说人类文明。我们把尺度拉到几亿光年，结果发现宇宙里的星系并不像沙子一样随意散开，这些星系被一根根的宇宙纤维连接在了一起。这些纤维由物质和暗物质组成，就像一张巨大的网，把无数星系团绑在了一起。而这张网有个特别的名字，叫做宇宙网。问题来了，这张宇宙网长什么样？我给你看一看对比图，左边是放大40倍的人脑神经网络切片，右边是跨越几亿光年的宇宙网，它们几乎一模一样。我们再往下看看细节，在大脑里，神经元是一团一团的聚集，通过轴突和树突连成网络，负责交换电信号。在宇宙里，星系团也是一团一团的聚集，通过暗物质纤维连成网络，在引力的作用下互相作用，互相反馈。2012年 Nature 杂志上就有论文指出，宇宙网的生长方式和大脑神经网络的生长方式几乎用的同一套逻辑。2017年，天体物理学家弗朗格·瓦扎和神经外科医生阿尔贝托·弗莱蒂做了一个跨学科统计分析，他们对比了1毫米尺度的大脑神经元网络和3亿光年尺度的宇宙网，然后有了惊人的发现，它们的连接分布、节点密度波动、形态演化，在数学上竟然能够重叠。一句话来说，就是我们的大脑像是一个缩小版的宇宙，而宇宙像是一个放大到不可思议的大脑。现在肯定就会有人说，长得像又不代表有什么关系。我们家的猫趴着的时候也特别像羊角面包。科学家接着提问，除了形状像，大脑和宇宙在资源怎么分配上是不是也很像？答案还是像到离谱。人的大脑里大约77%是水，负责维持环境、做溶剂、保证化学平衡。只有一小部分是神经元在真正传递信息，而宇宙里大约73%是暗能量，加上暗物质几乎都是背景结构，只有极少的一部分变成了发光的恒星和星系，在进行能量和信息交换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是你的脑袋还是整个宇宙，主角都不是亮的那一部分，而是那片巨大的看似惰性的背景。我们再来看看数量，你的大脑大约有690亿个神经元，而宇宙网至少有1000亿个星系节点，这两边都不是几个点在随便聊天的水平，而是海量节点深度互联。到了这里，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的奇妙。我们脑子里的这种结构会产生意识，那宇宙这种更大规模、更复杂的结构，它们会不会本身就是一个意识体呢？说到这里，质疑者肯定会跳出来说，大脑会思考是因为神经元之间在不停地发送信号，那星系之间怎么互相发送信号呢？靠光还是靠引力？那也太慢了吧。这个质疑其实特别专业，因为即使是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，光速依然慢得像蜗牛。如果宇宙真的是一颗大脑，在这个直径达到930亿光年的宇宙下，那么他想一件事情可能要等几亿年，这像话吗？这时候就有物理学家直接给了反驳，你们有什么依据假设宇宙是在用光速通讯？我们要提到2个很诡异的东西。第一，量子纠缠，2颗粒子无论距离多远都会瞬间联动，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，他们甚至违反了我们对信息传播必须小于等于光速的直觉。第二种叫做虫洞，在极端条件下，时空可以像纸一样被折叠，2个原本相隔天文距离的点可以直接重叠在一起。一些理论物理学家，比如萨宾·霍森菲尔德，就提出一个想法，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，星系中心那些超大质量的黑洞就是某种高速接口？如果这些黑洞在极端尺度下允许瞬间耦合，那么宇宙可能并不是在用光速思考，而是一种我们连词都没有发明的机制，在做全局同步。换句话来说，不是宇宙太笨，想事太慢，而是我们本身太低级，看不懂它在怎么想。
现在真正的问题来了，如果我们说意识不等于智力，而是一个系统能不能影响自己、影响外部环境，那么一棵树是有意识的，因为它会感知季节、调整生长。人类可以改造环境、改造自己，那么宇宙呢？它有没有主动参与的证据？有没有在自我修正？主流物理学会说，目前没有。至少在我们可观测的宇宙里，物理常数包括引力常数、光速、精细结构常数非常的稳定。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看到宇宙说，这个数值我不喜欢，我改一下。宇宙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被设定好以后的程序，一直按照规则在运行。但冷静想想，这个回答真的让人安心吗？因为下一个问题更刺耳。为什么这些物理常数刚刚好是现在这个数值？为什么引力不是大10倍？要是大10倍，恒星很快就会坍塌，宇宙早就死掉了。为什么光速不是慢10倍？要是慢10倍，能量交换效率极差，复杂结构也很难出现。为什么精细结构常数恰好允许原子稳定的存在，而不是直接塌掉或者直接散掉？这些刚刚好的数字叠在一起，得到的结果就是恒星能点亮，重元素能被锻造出来，最后在一颗普通的行星上，居然诞生了我们这种会问问题的生物。这到底是纯概率撞上的，还是宇宙一开始就把这些参数调好了？那如果是后者，那宇宙的参数又是谁设定好的？是上帝还是宇宙自己？你会发现到这一步，科学没有办法给你绝对的答案，而问题已经不再是天文学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可能正在被迫面对一个尴尬的可能性：宇宙的本身是一个有意识的系统。还有一种说法叫波尔兹曼大脑，它的意思是宇宙在极长的时间尺度下会有各种随机涨落，而正好在这些随机涨落里，有极小的概率会直接生成一个完整的能思考的意识体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个意识体甚至可能带着伪造好的记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以为我们活了几十年，以为我们在地球上拍视频讨论宇宙，但是有一种可能是，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。你和我只是宇宙里某一次量子涨落刷出来的一团意识泡沫，而我们现在的所有对话只是这团意识泡沫里的第1秒钟。听起来是不是很惊悚？但从物理角度来说，它并不是一个完全不可能接受的想法。所以到这里，问题已经不再是宇宙是不是一个大脑，真正的问题是，如果宇宙是一颗大脑，那我们到底是什么？我们是它身体里的细胞吗？是它大脑里的某一束电脉冲吗？还是宇宙在无聊的时候自己生成了一段离线思考？更刺耳的问题是，我们真的是在观测宇宙，还是宇宙在通过我们观察它自己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们更愿意相信哪一种？1. 我们是真的存在，宇宙只是我们住的房子。2. 我们是宇宙这颗大脑里的一个神经元，在干它都不知道的事情。3. 我们不是真的，我们只是宇宙的一次短暂念头。我很想知道你们的答案。好了，这期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，请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。咱们下期再见。